所以呢，宇宙法则要提醒我们，宙斯给予人类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让奥德修斯去选择去听海妖的歌声，或是离开仙岛，但同时你也必须承担选择后的宇宙反馈，而这个宇宙反馈就是我们在讲的因果。宙斯法则也在提醒我们，你有权利做选择，但你无法逃离选择背后的灵魂功课。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思考看看，你都知道你做了选择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可是你只要是无意识的选择，你就会去承担一个其实你根本就承担不了的后果，你就会进入到一个 loop。 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我是月月，在这里我会陪你升级你的意识，透过了解地球的游戏规则跟宇宙的运行法则，这样你就可以成为这个地球的超级玩家跟 NPC。 那我们今天要带大家聊的主题呢，是这阵子话题度非常非常高的作品，也就是诺兰执导的奥德赛。然后我想要透过这集的 podcast 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我的视角如何去解读奥德赛，跟我在这部电影观看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一些很深刻的内容，还有就是跟身边的人讨论这部电影，发现到原来这一些有趣的点跟他在探讨的，甚至是这一句台词他有什么样子很深要带给身为观众的我什么样子的启发，然后我也透过这样子的过程来顺便跟大家聊聊，就是到底为什么诺兰他可以拍出非常非常五维度结构型的电影，透过这样子的叙述模式来告诉大家很深层的，无论是时间的概念、空间的概念，甚至是在他不同的作品里面一直在探讨的如何其实你做的每一步路早就已经是选择好的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也想问问看你们看完奥德赛之后感觉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会爆雷吗？我想一下哦，这是个好问题耶。对啊，要先防止爆雷，不然大家讲一讲就是会爆雷。好，的确会聊到很多的剧情，很多的台词，甚至是很深入的这一个剧情到底我感受到了什么，所以绝对会爆雷。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呢，我觉得先去看完再来听，先去看完，或者是就是诺兰的作品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一个可以一刷二刷三刷的一个作品，所以你也可以先看完我们讲的内容再去看，看完之后呢再回来看各种有的没的解说，然后再去看一次，我觉得一次又一次会更深层。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害怕被爆雷的人，想要有第一次体验就是毫无心理准备的，因为像我自己就是这样，就我在看奥德赛之前我是不会看任何的解说的，可是我看完之后我就会看解说，看完解说完之后我会再看一次，这个是我自己看诺兰电影的节奏，但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好，就是会爆雷。那你们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你们看完有点看不懂哦。那么你是看不懂？对啊，我是 OK。怎么？那你觉得你看到了什么？就是他有讲很多那种神话故事里面的人物，但是没有看到那些人。对，我觉得在看这部电影之前，的确对希腊神话要有一定的小小的认识，就比如说为什么大海的海妖波塞顿啊，对之类的，我好像没有跟观众讲过，但我跟我学生讲过，就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灵魂所谓你开始触及到非三维度的东西，也就是所谓你说的觉醒也好，或者是所谓你开始发现到这个世界跟你想象的世界不一样，是我在2022年还是2023年的时候去了一趟希腊。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去了一趟希腊的前期也是有非常非常多波折的故事，然后也很多的神奇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就那个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声音跟我说你要去希腊。然后我就想说希腊从来都不在我的人生的清单里面，完全不会。因为你看我们大部分的人要出国，尤其是台湾人，真的希腊这个词不太会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啊。你要么去韩国，要么去意大利，然后你要么去东南亚，然后你要么去欧洲的其他国家，可是你很少会听到说我要去希腊玩。可是那时候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声音，我想去欧洲，可是那个时候我也没有钱，因为我还是个大学生，然后也不知道假期能不能排开，我有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可以去，因为我自己又是一个穷游惯的人，所以在穷游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我好不容易都要飞一趟欧洲了，那我不能只待个10天吧，我至少要待一个20天以上吧，这才是一个比较省钱的做法。
可是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源，我心中却有一个很肯定的感觉，叫做我一定会到达那里。中间来来回回去，然后就突然你的账户就多了一笔钱，但也没那么突然，这有另外一个故事。然后好像所有的时间，什么考试的时间都帮你安排开了，然后我就问我朋友说你要不要跟我去，然后他也是各种顺利，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这样子出发。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因为了要了解希腊的各种为何这一个神殿在这个地方，为何这个岛会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大量的研究希腊神话。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看奥德赛的时候，其实是有很深很深的共鸣的，跟会让我去联想到很多在这个神话里面背后想要带大家了解的故事。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回到希腊的时候，我很真心的相信在这一个圣殿所摆放的雕像，或者是这个圣殿所建出来的建筑物，虽然当地人都会跟你说这只是希腊神话，那这个圣殿就是我过去的祖先把它建起来的，只是我们透过这个神话来给这个圣殿加注更多的意义。可是我在那个时候踩到这些土地的实际，我身在那边的时候，我第一次突然调阅到很多很多的资讯。你不知道什么，你站在那里，你有很多的画面感一直进来。忘记了那时候在一个小岛上面，就是希腊的3大岛的其中一个岛，然后在那个岛里面我们就租车，我们就开车去到一个就是也是希腊神话其中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记得掌管这一个东西的是风的女神，我现在有点忘记她是谁了，就是如果知道的人可以在底下留言。这个就是纪念她的地方。然后我在摸到那个空间的石头的时候，我就突然能感受到这个女神她想要带给大家的讯息。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摸着这个石头就突然掉了2滴眼泪，所以我就很清楚知道说这个感觉不是我的，这个画面却很真实。当我又回去查有关于这个女神的资料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女神给予你的资料的记载的能量，看似叫做神话记载，它也不是什么资料记载，它就是个神话故事。可是你知道它很真实的曾经改变过地球这个地方。然后也是因为这些莫名其妙的感受出现之后，我一回到台湾，我就开始有很多的生活剧烈的变化，然后这些剧烈的变化才慢慢引导我走向，我记得我在从希腊回来的那一年的年底还是隔年的年初，我就决定要开始做大量的自我疗愈。那我开始接触到各种在这个领域上面的人，然后我开始把我过去在佛堂学的东西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它，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我记得我应该就开工作室了。这个就是那个其实希腊这个地方是影响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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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的。就像回到想想说的，就是你觉得你看不懂的地方跟你看得懂的地方是哪里？就我觉得你知道你在看什么，可是你不知道背后到底有啥深的意义。对啊，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完全不知道，我之前都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就你对希腊神话一点概念都没有？就是知道那些神，但是不知道奥德赛这个故事。那我刚好跟他相反，因为我是非常喜欢神话类故事的人，然后所以我在要去看之前就是知道他的故事大概是怎么样子。然后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就是有一点像是说，因为以前我们在看神话的时候都觉得，就是希腊神话的里面的他们每一个角色其实都蛮复杂的，就是他们的故事宙斯本人就超复杂的，好不好？关系也我就还蛮好奇说他会是怎么演绎。然后那时候就是知道，因为应该说看以前诺兰他的电影都偏向他都用蛮人的角度人的视角去把这个故事描述出来。所以我其实在看的时候，我自己觉得他让我当下很多的感触有一点点像我在看少年派的时候的感觉。 OK， 对，就是我觉得他好像都要跟我们说些什么，然后所以因为他都用很轻的方式讲。我觉得这部奥德赛对他来讲，我觉得是很轻的说法。然后我自己但我觉得还蛮多场景，就包含尤其我最一开始最想看的是他跟他的那个我要爆雷咯他跟那个狗狗碰面的那一个部分。对，是。然后那边就是我从头到尾就是还蛮多时间就是那种违犯类啊什么之类，就是我可以看到其实就很像，就是像想说里面没有看到太多的神，可是一直就是有点像诺兰用他的视角在解释神之于我们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一个真正的存在，还是其实是我们心中的某个状态就是
那样子的神，或是就是一个什么神性的意思这样子。没错没错。那当你用这样子的视角去重新认识他想传递的意义的时候，你觉得他让你打开了什么样子的思考？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他一直从头到尾都在面对他自己。所以其实我在看他的就是中间也会觉得说前面也是有那种小屁孩的时候硬要对那个巨人出手什么的，然后就觉得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其实跟我们蛮像的，就是我们常常在经历一些事情跟状态的时候都会透过我们自己的反应跟决定，但我们就得承担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决定之后带来的这些后果。然后某种程度我觉得他是用各种状态的就是遇到不一样的事件在说明这件事情的感觉，在说明我们其实是平常生活也是像这样子的状态在遇见跟选择，然后去面对我们每个选择出来他带给我们什么，然后他的状态就是比较为什么回不了家这样之类的，然后就觉得那某种程度好像也是他自己害自己回不了家的那种感觉，是你让你自己回不了家的。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聊聊的事情，因为你看在电影里面他从在滔天巨浪里失去了方向，伙伴散去然后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他看起来一直在绕远路，然后甚至是好像掉入了一个非常绝望的深渊里面。这其实这个整个过程，然后到后面他在这个深渊里面甚至还遗忘了他为何在这个深渊里面的这种各种波折跟转折，其实他用很短的3个小时之内，他的确就是在演绎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的各种转折期跟各种我们的心理起伏状态，其实就是他在每一部画面里面很具象化的出现在我面前的样子，因为他足够日常，他的每一个决策都贴近我们每一个人到一个不行真的就是你完全可以理解为何他做这个决定，你完全看得见他做这个决定的背后其实内在那一个想法是什么。就像你刚刚讲的，为什么他今天可以好好的回家，可是他就死不回家？没事的，我们肯定可以航向回家之路，但是我们可以在附近再走走绕绕，对吗？你也知道为什么他想要做这个决定，因为他来自于他内在的欲望，他心中还有很多对这个世界感到好奇的事情，然后他想要走一趟，他自己本身又是领导者嘛，所以他在走一趟做这个决策的时候，他也要同时承担起他要让所有人陪他去完成他心中的那个任务的那一种责任感。当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他的队友，就觉得说你也是挺莫名其妙的，就是所有人陪你走上这条路，然后结果一个个死掉了，就是不归路啊。对啊一条不归路，那你要承担这个责任吗？殊不知会不会那一些伙伴们其实也看似好像是奥德赛领导大家去做这些决定，但其实这些伙伴们也想跟着他。当然还有很多就是没有办法去完整叙述说我真的想吗？可是我就只有一艘船啊，我想回家我也不能回家。我觉得诺兰电影他在说的一件事情叫做其实你根本就没有选择权，就是看似好像是你带着我走上这一条不归路，可是其实你早就选择要踏上他的船了。所以这过程当中的人性挣扎，我觉得是我在里面看见最真实的东西。里面的人会反叛，里面的人会责怪，里面的人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这样，为什么你要那样，为什么你要那样，可是殊不知是你选择的，觉得好像都是别人的错。对，但是明明一开始你就已经做好选择了。没错，而且那个选择不是说我要不要跟着奥德修斯踏上这一条船，而是更高意识的你就是要你踏上去经历这些东西，哪怕死亡也是你必要经历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它里面在讲的很多东西真的人性的挣扎跟状态，可是如果你可以用更高的视角去看见它的那些挣扎跟状态都是你心里已经想要体验的一部分的时候，反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当你面临很多的换工作、搬家、一段关系的结束，或者是人生阶段的重大的转折转型的时候，我们都会陷入一个很深的恐慌，是不是我做错了决定，是不是我没有走在我对的道路上，是不是其实我当初可以换另外一种决定去做我新的选择，那会不会有不一样子的结果。我们一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往回看，就觉得说你看早知道我就不要怎么样怎么样了，
早知道我就这样子又这样子了。但是我觉得电影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是，在三维的世界体验里，这些迷路它就只是一个想要告诉你的警讯，但它不代表你的人生未来就如何。里面它用很多大量的生死环节让我们直接去思考，如果你今天做错这个选择，你面临的是生死哦。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做错了一个选择，我顶多没饭吃我顶多就是 OK 1个礼拜没工作，2个月没工作，3个月没工作，然后可能我要给别人养，然后我可能要把我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但是电影的张力为什么如此的强大到说看完电影之后你会深深的反思自己的人生状态，就是因为他在里面演的是生死。可是呢，我也想问问看大家，如果生死，如果失败与成功，它全部都是一个你早就注定好要成为的一个样子跟结果跟结局的时候，你到底想要再体验什么？所以我也想问问看你们。我自己觉得这有一点点像有一天如果我们去算命他跟我们讲说你会发大财，那你知道我好像会有发大财的结果，但如果我就不努力了，那这件事可能就不会发生。有点像是我们可能知道也许我就是会经历这些事情，就是我要在达到这个过程当中之前，我还是得要有一些不同的经历选择，我还是得想办法的做出我觉得最接近我想要变成那样命运的目标状态，我才能比如说真的达到有钱。但或者是说如果我真的就是生命里中有一个大劫，那我就要很悲观的觉得说人生就这样子就废了这样子，那这样感觉好像就会有一点点本末倒置吧。所以就有一点点像我觉得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但当然我觉得在电影里面演的很多时候是看起来好像是被迫选择，对，但这些的被迫选择其实很多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在各种压力或各种自己需要面对的生活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或许觉得不得不，但其实很多时候是心态问题。就像我自己觉得在里头他为什么会纠结了10年，他还蛮多是跟他自己原本的价值观在打架这件事情。因为有一点点像是他是很睿智的一个人嘛，他想出了这些聪明的方式，可是当他就是打开城门的那一瞬，因为我记得中间一直很多那个闪现的画面，就是他一直在面对那个他自己价值观被崩毁的那个瞬间，他一直在觉得这跟原本的我好像不一样了，我好像抵触了。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他又一定是很混乱，但我也觉得又同时很棒的一点是，因为他可能学会了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原本的他自己，就是他不全然就只是一个原本的他了，所以在那个不同的切入角度来看他自己的时候，他自己可能会有那个很打架，但他就打了10年，他才终于觉得这个好像不管怎么样都是我他才接受这件事情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他的角色扮演了一个很强大的领导者跟开创者的角色。我觉得开创者他内在的心理挣扎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开创者叫做什么？你必须得要去做一件别人看起来是非常自私的行为。那为什么它叫做自私？它因为别人没有勇气做这个决定，别人没有勇气往这个方向走，所以你之所以是开创者，就是你要去做那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而且你做的事情它是会影响很多很多人的生命的，甚至是那个影响力其实已经大到当下不会知道。当下的人大家只会觉得你怎么这么莽撞，当下的人只会觉得说你怎么要去做这样子的决定，然后把所有人的性命都赔上。可是你知道你在电影的过程当中可以看见奥德修斯他里面的智慧，他其实做的每一个决定背后都有原因的，就很像是我记得在电影里面有一幕，那个时候先知者就跟他说，今天如果你要走上回家之路的话，方法就是这2个，你要去选择，你要嘛就是为了要救所有人，然后你掉进这个漩涡里面，那你要嘛就是牺牲6个人的船员的性命，但是你可以保住其他人的生命，你要怎么做？为什么他今天先知者愿意让他知道这些讯息？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耶，谁爱做这个决定谁做，但是不要是我做，谁敢做啊？等于是说他必须得要在已知结果的情况之下非常痛心并且冷静的让这件事情发生。能够拥有这样子生命力跟勇气的人，他绝对不是一般人。但是奥德修斯在里面
他也并没有做决定，他让船员们做决定，就很像是那个时候就在左边右边你要选哪一个嘛，对不对？就是他就让团员们去决定，所以他那个时候其实是看得见这些事情的，但是他也很紧张大家会怎么做这个决定。所以最后另外一个伙伴，对不起我有点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另外一个伙伴就说如果掉进去的话全部人都会死，然后他就看到旁边旁边有一个沟那我们要不要往那边走？然后他也没说什么嘛，他另外伙伴就召集所有人往这边走。当大家都觉得说呀我们活过来了，我们活过来了，然后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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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个被吃掉然后他也没说什么，他的冷静让他的伙伴看到说难道你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吗？然后他才说是啊，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因为结局就在那里。我觉得他能够很冷静的做出这样子的决定，跟在已知的情况之下做这样子的开创者，其实是让人很不能理解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他打开了很多对于这个世界新的可能性。所谓新的可能性是他居然用他的生命的智慧活下来，在20年后回到他的家乡，这个家乡后续的神话故事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其实跟他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关联。可是如果他没有做这样子的睿智的决定，他没有在这个旅途当中每一个思考背负了很大的责任跟做出的勇气的话，其实这个世界不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们人类之所以会在以宏观跟微观的角度来看，回到微观人类面临的事情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你要嘛做出一个你从来没做过的选择，你要嘛就是 follow 别人做过的选择，那你要选择哪一个？那人之所以会焦虑，就是因为我们一直用三维的线性时间去思考事情。所谓的线性思考就是我看似是在漫长的等待抵达，但真相是你早就已经在终点等着未来的你在这里了，也就是说你早就做好决定了。那如果我们早就已经做好决定了，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唯一事情是什么？活在当下。OK， 那活在当下又是什么？做好现在该做的事情。应该是说对，就有一点像是说你在面对你当下的，就像刚刚讲的这个遇到漩涡跟就是两条路怎么选择。虽然就是我刚刚在听的时候觉得这个视角有点有趣，就是事后被他的船员们责怪嘛。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他在当时的不讲话，他可能觉得我虽然引导大家就是勇往直前，就是有种不破不立，我们冲过去这个漩涡就可以过了。虽然他的内心知道这件事情是条死路，但他可能就是觉得我就是下了这个指令之后，其他人的反应导致了最终大家是选择另一条路。但他表示当下可能他的想法是 OK， 如果全军覆没，我也是跟大家同生共死一起死。我觉得他被责怪的那一部分就有一点像是大家会站在一个你有上帝视角，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让我们要面临这样子的选择。可是其实他的初衷就是其实他两边都不想选啊，因为不管哪一边对他来讲都是失去。对，一个要么就是连他自己也没了，一个就是再怎么样就算活下来的人，那是哪6个他也无从就是不得不对，就不得不就是接受，就有这样子的损失。所以在活在当下的状况就是他已经做好全然的接受，即便接下来的发生不管是哪一个，他应该就是都先允许发生跟接受这件事情，有点像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最有智慧的事情。你看在这一幕的上一幕，就是他的伙伴决定不让他做决定，把他留在岸上顾船嘛，就说好你现在不要做决定了，让我们自己去啊。结果发生什么事？变猪了，一群人变猪的，一群人都变猪。对啊，我那时候想说哇，神隐少女的爸妈出现了。对啊，可是你看哦，奥德修斯他在下面在猎物的时候，他马上猎到一个动物变成人形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地方有鬼，他可以马上很敏锐的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视角。你看哦，他的所有团员都经过了各种动物，经过了狮子，经过了老虎，然后经过了什么，但是只有奥德修斯他知道这件事情不正常，只有他可以敏锐的感受到这个东西地方有鬼。所以当他在踏入那个女主人家的时候，他早就已经放好警戒心了。然后我觉得那个冲突感很大，因为你看哦，那些所有的团员在卸下他的装备放在旁边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这里为什么有很多装备了，可是没有人提起一分的
怀疑跟警戒，然后就全然的相信这个女主人的家。可是奥德修斯他却可以在很多很多的小细节里面去警惕觉察，用更高维度的视角去分析去看见。所以我觉得之所以奥德赛的这个神话故事可以被那么多人知道，就是因为他身上拥有了极少人拥有的那一份睿智跟勇气与智慧。而那一份智慧，为什么他可以跟雅典娜对话？其实雅典娜她就很像是他的指导灵啊。雅典娜她在旁边陪伴他，引导他，梳理他，就是因为他一直都在跟自己对话。所以那个人是雅典娜。你说谁是雅典娜？那个女生啊。她是啊。电影不是有讲吗？对啊，就是他那个对吗？那时候的手上那个徽章，就是像我想看为什么他一下出现又消失也出现。你说这女到底是谁？对，她是雅典娜。我想说她是雅典娜吗？对，她是雅典娜。因为宙斯他的存在其实就是高龄啊，在这整个神话故事里面很人性的高龄，我可以这样子讲，很人性的很高视角的全知者的一个角色。那雅典娜也是这样子的角色，把它拟人化的概念。没错。所以为什么他可以跟雅典娜对话，就是因为他在跟他的指导灵对话。什么样的人可以跟高我对话？什么样的人有这么有睿智跟全知的视角？一个会内在探索的人。所以为什么电影要切出他那么多在做这个决定的内在挣扎，就是因为他一直在用小我的状态看自己，同时用高我的状态看自己，同时用别人的视角看自己，所以他在全知的解读整件事情。最后他做了一个东西叫做臣服。然后他打开城门的那一刻，他其实愣了很久。他其实整个状态是你知道他在想事情，可是他的肉身很本能的继续在打仗，可是你知道他眼前他出现的每一个画面他都在思考，包括雅典娜在他面前被砍头的时候他也在思考，而不是就打仗啊耶我们胜利了，我们好聪明哦，我们从木马里面爬出来了。他并不是抱持着这样子的视角，为什么要打这场仗。对，他其实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思考。正是因为他的思考而引导他的智慧，最终引导他知道说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唯一能做的东西就叫做臣服。无论是诺兰的星际效应还是天能，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就像是在天能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时间前行公式嘛，对吧？你们有看过天能吗？我看了好多次，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片我花了比较多时间，相较于其他片花了蛮多时间的理解的。对，因为它毕竟非常的快速。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可爱的事情就是它的开场跟结局是同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完整部天能之后，你又会从结局去思考开场。第三次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思考，如果结局跟开场都是同一个的话，那他们实际正在发生什么。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的确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一看再看。但诺兰电影它其实就是一直在讲，透过天能的时间前行公式也是在跟大家讲说臣服。因为在这部电影最后其实这个时间回圈这个 loop 就是他自己创造的，但是他到结尾的时候才发现这是我创造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臣服呢并不是抗拒当下的发生，而是带着未来的理解臣服于当下的流动。而那个未来的理解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叫做全知的视角。你想想看当你在无法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不是就会问朋友吗？比如说我到底要不要离职，你不是会问朋友吗？朋友就是你全知视角的一个代表A 朋友会跟你说，可是你现在就已经不快乐你继续做下去你也不会快乐，很现实吧，这就是一个全知视角然后 B 朋友会跟你说，如果你今天离职的话，你最糟的情况是什么？没有钱你能够承担吗？ OK， 这就是另外一个全知视角了。那 C 朋友可能会跟你说，没关系，如果你今天不想要做这份工作，那你想做什么？对吧？你就算当下没有足够的智慧，你身边的朋友其实也是你的灵魂也好，你的高灵们也好，派来告诉你说，离职这件事情只是一件很微小很微小，为了要让你去透过这个事件松动你现在的东西，为了要把你带到下一个版本的自己。如此小的事件，可是他知道你没有足够的智慧去看见整件事情的发生，所以他派了好多视角来到你身边。那全知的视角已经发生了，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叫做决定。全然的接受吗？没有。是全然的接受。那要接受什么？程度也是因为就是你每个人所做的选择都
必然就是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嘛。所以这些提醒都是要你去思考说，你做的决定就是你要去接受这些后果，然后带来的这些有点像人生的涟漪嘛，就是它的这些后面的效果，你都是要想办法去接受的。那最后的接受是你可能当下心里觉得不舒服，或是什么不一样的情绪出现的时候，都有可能，但就是你的这个选择，你最后还是得臣服于你自己做出的这些选择，你要接受这些就是你做下的选择之后带来的所有结果。对，当你接受了之后，那个状态可能就是有点像是很多人就是觉得，比如说我是个好人，可是再好的人也会有做一些决定是可能这带来了一些坏的后果等等的，那就是要接受自己也有不小心做错决定导致坏的事情坏的结果发生这件事，不可能大家都是完美的人。没错没错，所以臣服它并不是投降，也不是懦弱于比如说我就是想离职，我当个草莓好了，不需要用这样子的框架去限制自己，因为臣服是你停止跟当下对抗。什么叫做对抗？你对抗那个你早就知道的答案，就很像是刚刚 Versi 所说的，你今天其实就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不舒服的，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你不喜欢的，其实那一个抗拒感已经出现的时候，你还要自我说服没关系，你还要自我说服说可是大家都这样，开始拿外界的东西去捆绑住自己，而不是由内在真实的感受而驱动你的决定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对抗当下。而在这个对抗的过程当中，会使你有很强大的焦虑感，因为你一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你一直找不到自己真正想走的方向，而那个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其实是会让你的神经系统极度的紧绷到你会吞噬自己的。Hello 大家，很多人在问说我们接下来苗苗要带大家去哪里玩。在今年年底之前呢，我们会分别在不同的海外跟国内带大家玩不同的事情。首先我们在9月14号到20号的时候要带大家去尼泊尔颂钵旅修，而且我们在这一次的颂钵旅修里面特别加开了名额。然后呢，我们在今年的最后一场台湾的实体课程也即将发生在我们的南部跟中部。11月的7号8号在高雄会开设12脉轮课程，11月14、15号会在台南开与高我连接的课程，11月18、19会在台中开金钱丰盛灵气。然后呢，我们在12月做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突破，就是我们打算要把市集、论坛、工作坊、艺术文化全部集结成一个叫做 Login 地球玩家共创文化季的一个大型活动，会发生在12月11、12、13号。所以希望大家把这3天留下来，我们一起在年底的时候有一个很开心的派对，跟我们一起参加 Login 地球玩家共创文化季。今年最后一场的活动我们会办在清迈，我们会在12月的27号到1月2号的时候办一场跨年的艺术 retreat。 而这次为什么是艺术 retreat 呢？是因为我们会邀请大家去探索自己身体的艺术，透过融入当地的美，我们会设计一场新生命的诞生，去跨越一个新的版本的自己。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下半年年底的所有活动。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请上我们的官方网站报名，在上面有非常详细的资讯，如果有任何问题请你询问我们的客服，我们都会尽快的回答你。期待下半年跟大家一起玩，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聆听我的 podcast。 我昨天才刚上完我徒弟的课嘛，我的课程里面其中花了很大量的篇幅在讲神经系统的运作。其中一个神经系统我们是如何去吞噬自己的呢？首先就是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小到今天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不回你讯息，好，你就可以去思考当另外一半不回你讯息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有什么样子的状态？你的生理反应可能会突然觉得我的心怎么空空的，或者是开始焦虑开始紧张，就觉得说这个人怎么不回我讯息。这些肉身的感受是超级无敌具象化跟明显的嘛。那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你就会整个人的气场突然变得缩，非常的缩。这个就是人体的7大气场里面的第2个以太层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为什么好像今天看起来不快乐，或者今天看起来好像很负面，就是他的以太层开始在缩了，所以这个人好像看起来阴阴沉沉灰灰脏脏的。下一层是什么？下一层是情绪层。当你整个人缩起来的时候，你内在会有很多的情绪出现，可能我另外一半不回我讯息，所以我开始有种愤怒感，或是一种委屈感，情绪就开始出现了。那情绪层下一层叫做心智层，心智层就是你的信念跟价值观，所以你会开始
调阅很多过往你信念价值观给你的东西，比如说他不回我讯息，是不是因为我不值得？是不是因为我说错了什么话，所以导致让他这样子对待我？好，我知道了，他就是不爱我。这个就是人体这4层会发生的事情哦。但有趣的事情是，人的7大能量场的下一层，它就会跳到你的灵性层。灵性层就是高我的层次了。高我的层次就会开始问你说，这件事情是事实吗？还是这个集体意识，这一个你的价值观所给你的呢？它会让你思考这件事情。在下一层叫做宇宙层，宇宙层会开始让你去思考说，这整件事情的发生，它是想要让我体验什么？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被抛弃的感觉呢？好，那最后一个层次叫做合一层，合一层就是会跟你说，原来不回你讯息这个体验是要让你体验到什么样子的功课，而如果你学习完毕的话，太好了，你又臣服于这件事了。我近期有深刻的体验在感情上应该说我刚好最近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前2个星期吧，然后就是可能很久之前的某一任对象突然传讯息问我说，你最近还好吗？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人不是消失了，都已经以年计算的消失了，就是我们早就没有联络了。那当时的状况是，他就相处的时候也都还 OK， 但他后面就 ghosting 消失了嘛。然后呢，结果我就也觉得，当时也有那种责怪自己说，是我不好吗？还是怎么样子？后来我觉得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都很试图的有在沟通，而且我也不是那种连环抠的那种人嘛，所以我就觉得 OK， 那就 maybe 是我们没有缘分之类的。那我就觉得算了，他要这样子面对我们之间的关系，那我就接受吧。所以我们后来就分开了嘛。那但是分开之后我并没有就交恶什么的，只是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联系。但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就愣了一下，然后因为我可能前阵子受伤，我想说他是要关心我受伤之类的嘛，我还打了一个问号，然后他就说，我就说膝盖受伤的部分嘛，他也问号，你问号，他也问号。哦，对了，伤也蛮想，就是他就是想找关心，对，他就想关心，然后但后面我就看他就是过了一阵之后，他就再打了一段话，他就说一直觉得想要跟我说一个抱歉，就是我突然收获了一个对不起这样子，但当下几年后的对不起，对，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人反射弧真长，是雷龙以年计算的长之类的，对，然后但是我就看到的当下就，其实因为时间过了吧，当时我确实可能在过往的那个状态，是因为他的这些反应，我很受伤，很有情绪，也很质疑自己，可是事情过了之后，我知道其实不是我的。应该说当下的我是觉得我是都好好的沟通，然后确实我们也没有争吵，那我觉得是他自己也有一些议题需要解决，就看到这个的道歉之后，我就觉得那真的好像不是我太多问题，那我跟你没关系啊。但我觉得当下收到这个道歉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虽然我就觉得有点迟了啦，然后我也是觉得没有很需要，我只有跟他讲说我有点讶异，但这时间过了这么久，就是其实我早就放下也不介意了，我是没有跟他讲说没关系，跟就是谢谢你跟我这样讲，因为我觉得当下他对我造成的伤害，我确实还是因为他的这些行为受伤了。那我只是觉得我在看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那你看吧，你自己当时不好好珍惜的结果，就是他表达完这个，因为我讲完这个，我觉得我表达的蛮清楚，就是其实你现在来跟我说这些抱歉也不会勾动我的情绪了，然后我也放下这段相处的过程了，所以就是这样就好了。他后面就过了几天，他又说那真希望有机会可以当朋友，然后他想挽回是不是？类似，然后但是这不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个状况，就是几年前的某一任也有过了之后收到这样的讯息，然后我当下就发现原来我自己要面对的是，就是当时的以前年纪小的我，就是就有一种我好像是被丢下被抛下的，就停留在心智层的状态。对，但是经历了几年嘛，然后我自己也意识到，其实有时候确实我觉得我还蛮认真在经营的，而且我们也不是都那种会那种大吵大闹，然后我自己在那边闹分手的那种，都不是这样子
结束的，就甚至是在结束的当下其实都也还是好好的说完，就是 OK， 那我们可能就到此为止。只是我当时会不理解说为什么他们会后面有一些这样子的反应，然后我自己反过回来去思考说，诶，是不是其实有可能在过往可能就有可能是有过被劈腿之后分手啊，所以其实我会害怕就在感情当中有一种其实我没有做错什么，也不一定是讨好，但就是蛮容易担心跟害怕说是不是我自己不值得被爱这件事情。然后但是可能又经历过几次都是那种对方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议题要疗愈的时候，但后来都会来跟我道歉，然后或者是试图表示一些就是其实后面就是朋友，可是我觉得那就是已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的那种朋友就好了。然后我才会去发现说是不是我真的也不用责怪自己不值得被爱，或者是说在后来遇到的对象里头，为什么我有时候会其实对方并没有对我不好，或者是当对方只是提出可能是想要有一些自己的空间啊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对，有一点点我觉得这有一点像是小小的创伤吧，这是应该是说过往的留下来的经验是好像我没有去做些什么，或是去思考清楚，就会变得是我错了嘛。但后来我就会刚好收到了这些，我就去想其实可能也不是我有做错什么，对，只是我当下就是还有点害怕，就是可能自己不足以被爱，或是会害怕就是别人的想要需要空间或是一些适度的留白的这个状态，然后会让我害怕的原因就是因为是不是人家又要离开我了，这是我可能自己发现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刚好就在前2周突然有一个这样子的发生，然后就让我回去检视我自己这样子。所以你看我们就可以来聊聊为什么诺兰的这部电影要在这个时候出现。其实这就很像是诺兰他在拍每一部电影就是想告诉大家跟为什么在这个时代需要诺兰的导演来到我们的面前，然后透过一部电影来告诉我们这么多的讯息。你看我昨天跟我的学生讲，其实每一个事件触发在你的生活当中，它其实都会经历这7种状态。那前面的4种其实都是小我的声音，后面的3种其实它就已经来到更高维度的视角状态了。可是有些人他可能需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走完这7个路程，就很像是 Versi 一样，也许他真的是收到了这一个道歉之后，同时也代表着是不是你也真的走完了这个路程，所以你值得一个道歉。因为很多时候道歉会发生是因为你真的也有接收这个道歉的能力啦。因为如果当下有一个人 ghosting 你，可是你其实根本还在自我吞噬里面，你没办法用更高的视角去看整件事情的发生的时候，他就算来跟你道歉，你只会跟他吵得更凶你只会觉得说你以为一个道歉就可以结束了吗你都不知道你做的事情都伤害到我吗？所以后来我自己在发现，尤其是我在带了那么多个案，跟我自己在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又越来越相信一件事情，是你所收获的当下的每一切都跟你现在的认知维度有关系。所以我自己前阵子也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嘛，可是我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经历了在一个对象不回我讯息的这七种层次里面，而最后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收获他的道歉，并且我们有一个 happy ending。 这个也是我刚刚在听你分享的时候我想到的一件事情，就很像是诺兰电影他一直在教我们用全知的视角去看待每一件事情。那当我们能够训练自己更快速的用全知的视角看待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跟自己大量的和解。你跟自己大量的和解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学习完毕，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用更高的视角去看见原来这段关系最终要带我走向的并不是要在一起，或者是要有一个终点，要有一个结局，或者是要有一个完美的我消失了，我跟你说一下，还提前跟你讲，我们要的好像也不是这个。可是也许就正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它才能够触发一些机制让你去思考，触发一些机制让你学习去知道说不回讯息是他的问题吗？是我的问题吗？不回讯息的本身又如何影响了我？那影响了我松动了哪一些信念？它翻搅了哪一些过去我的 trigger 我的价值观？当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觉知这些一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再怎么触发你的东西，你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明白它背后的道理而往前走。所以我觉得臣服它不单单只是聚焦在于
我就是要接纳当下的一切发生，不是的，是你在接纳的同时，你需要走过这7层状态。当你真的走完了这7层状态，最终你才会臣服，因为臣服是你对其宇宙合一的意识，你知道这一切真的没有你可以插手的空间的时候，你才会走到这个状态，而不是两手一摊被动的等待所有一切的发生。其实这不是这部电影或者是宇宙想要传递给我们的知识。所以你看那为什么诺兰他指导了这么多很多的电影，都给大家那么多的启示？因为他跟其他导演不一样的事情是，当其他导演想要用强烈的故事感跟情绪张力去叙述事情的时候，他抛下了这一些概念，而是选择让大家用多维度结构性的方向去思考你的生命意义。然后而且他举的例子全部都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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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到一个不行的一个举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是一个改变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你们知道诺兰他其实是来自于高维度星球的星际宝宝，那他的确在很多电影上面的剧情跟剧本是透过大量的下载跟大量的他们的协助来让他完成这么极其复杂非线性式的多角化剧情的。每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真的都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我觉得在整个剧情里面还有贯穿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宙斯法则。你们对于电影里的宙斯法则有什么样子的感受想法？觉得很酷啊，就是好直白的多酷他们不是就是只要陌生人来，他们就是要请他们吃饭什么的，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你心里想说陌生人对啊，不管是谁都可以，不会危险但我觉得这某种程度就是在当下的那个状态里面，就是因为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所有的神他可能会化为任何一个我们身边的角色，他在观察你，所以你要用这个方式，就有一点像我们自己在讲的什么人在做天在看的这件事情。没错。那只是说我们的会是 maybe 说你在轮回的时候以后，或是你会有报应这件事情。但如果今天是这个就是已经是一个宙斯或是谁的哪个神的化身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怎么对待他，那可能到时候你的这些对待的方式就会回馈到自己身上。对，我觉得有点像这样子。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趣的，就是帮别人就在帮自己嘛。没错。所以其实从灵魂的角度跟宇宙法则来看，陌生人其实就是未来的你，或者是另一个时空的你，就是他们其实都是你。你看是在帮助一个陌生人，但其实你在帮助你自己。他在切入的视角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像在奥德赛里面，你看奥德修斯他在大海中流浪，最后他用陌生人的姿态回到了他的家乡。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方式？看自己的家乡的人怎么对他，对吧？他那个时候是被警告了，你要先了解现在你的家乡变成什么样子了，所以你先用陌生人的姿态进回到你家，会保护你。这个东西它有趣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宙斯法则要说你要盛情款待陌生人，就是因为他也想引导大家去认同一件事情，是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在同一个游戏里面流浪的人。所以现在你看似好像是好高高在上的国王，然后甚至是别人好像是陌生人，或者是他就只是一个农夫，就是那个盲人嘛，他其实就是一个农耕的人，就是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个所谓高高在上的人里面，其中一个角色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那个反派吗？对，那个反派那个反派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好长我也忘记了。好，我有点忘记了。但是他最后他的傲慢让他获得了死亡就一样，人在做天在看，所有东西它都是平衡的。看你好像可以很傲慢的去对待这一切，但最后宇宙都会给你给予什么东西回去，你就会回收什么样子的东西回来。所以当你连陌生人都可以用很平等的心态去看待跟对待的时候，那其实你所回收的能量也是相对如此的，因为我们都只是在这个地球游戏当中一样再怎么普通的人。所以当你给予陌生人慈悲跟接纳，你就是在为这个宇宙注入很大的善意，而这个善意最终会在适当的时机回应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个就是宙斯法则想要跟大
大家讲的并不是说我们真的就是要热情款待陌生人，而是你能不能把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回到那个合一的状态oneness 的状态呢？这个就是在电影里面想要大家去思考的事情。你看宙斯法则他们所坚信的信念是宙斯跟神可能会化身为陌生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把所有人都用很普通的心态去面对。但是我觉得宙斯法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你看宙斯他掌管了所有的一切，他掌管了雷电，他掌管了大海，他掌管着天空，他也掌管着整个世界的结构跟秩序，所以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宙斯都在看。我觉得这件事就很像除了刚刚讲的那个是不是好人有好报这种因果，就是你的所作所为会回到你身上，就像你刚刚说的，他掌管的是秩序。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法则本身也是在表达一个平衡这件事情。对，就是它是透过各种状态嘛，你可以自由的选择你要怎么对待你眼前的这个陌生人。可是这个你的选择之后可能招致来的结果，就是像比较傲慢的比较欺负这个陌生人，他最后招致的是死亡。那某种程度也是在就很像那个 Xenos 一样嘛，他在维持世界的平衡，在让当时的人们去相信说我的所有的 feedback对待陌生人这件事情上面带来的不只是说我可以被，也在有一天我是这个角色的时候会被好好对待，它也是协助了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在维持一个平衡的秩序这件事情。没错，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先知者会跟他说，只要你宰了这个岛上的羊生命来吃的话，你就会需要用你的性命去回应这个宇宙。就是因为宙斯他是一个掌管秩序的人，他并不是要去看他们不顺眼，然后不让你们已经在海上漂泊那么久了，然后还不让你吃肉，不是的。你说牛是不是？对，牛羊，我刚刚说羊对，因为我想到杀羊是可能在那个冥界的时候，但就是因为很像啊，对，很像杀牛杀牛的时候。但宙斯他为什么要定下这样子的不变法则，是因为他为了要去修正大家的傲慢，他为了要去知道说，你看如果你可以在岛上等到风向正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风向会合适，我已经告诉你了，不要去吃岛上的任何的牛。那他其实就是在考验一个人在生存危机的情况之下，你是否还愿意尊重这些东西。那这个尊重的背后也是在考验你的 ego 啊。那最终呢，你看他并不是要对他们不好，而是在他想要引导每一个人在更高维度里面，任何偏离你灵魂轨道的傲慢跟狂妄都会引来宙斯的修正，迫使人类回归于一个东西叫做谦卑。因为你看在那个台词里面他们有讲说，我以为不被你发现就不会怎么样。对，我那时候直接笑出来，什么东西啊又不关他的事，自己跑到后面偷偷吃就没事。对啊，还挖了一个坑并不是的。为什么奥德修斯他可以忍住不吃，可是他的其他团员做不到？这就是一个开创者，一个领导人跟普通人的不同啊，这就是一个修行者跟一般人的不同啊。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志，我们的信念其实都已经是脱离原本集体意识普通人的状态了。那个脱离普通人原本的状态，其实就是你愿意放下你的 ego， 而承认有一个更高维度的意识是存在，并且你谦卑的接受这件事。所以你看我们人生当中遇到了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的困境，那么多的风暴，那么多的有的没的事情发生，是不是某种程度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不够谦卑，我们不够相信宇宙它有它的安排，我们不够把自己放在一个很渺小的角色，而是你认为所有事情都可以照着我们的想法走，我们的意志走。其实并不是的。当我们真的能够用更高的意识知道说，这个世界的运行法则真的不是线性，虽然没有任何一个科学能够解释这个世界就不是线性发生的，你的生命不是线性发生的，但是科学已经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维度存在，而不同维度的运行法则都不一样。那你要把自己放在哪一个维度，跟你相不相信你去进入到这个维度，用这个维度的法则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有所变化呢？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在看完这部电影或者听完这期 podcast 值得去思考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明白的一个道理是，
世界上真的有一个比你更高维度，比你意志更强，比你更全知的视角正在引导你的生命，而你就只是一个小角色而已。你能不能看见自己同时是个地球玩家，同时也能够看见你就只是一个角色，同时你也看见你也可以是一个 NPC。 当你能够在这样子的概念里面非常非常成熟的去把自己放对位置，在每个决策里面把自己放在一个知道自己今天要用哪一种做法去破这个关卡，也许今天的做法是谦卑，明天的做法是臣服，然后后天的做法是傲慢，可是就是正是因为这些东西都同时存在于你身上，这个地球才好玩啊。我觉得这也是这部电影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所以呢，宇宙法则要提醒我们，宙斯给予人类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让奥德修斯去选择去听海妖的歌声，或是离开仙岛，但同时你也必须承担选择后的宇宙反馈，而这个宇宙反馈就是我们在讲的因果。宙斯法则也在提醒我们，你有权利做选择，但你无法逃离选择背后的灵魂功课。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思考看看，你都知道你做了选择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可是你只要是无意识的选择，你就会去承担一个其实你根本就承担不了的后果，而你就会进入到一个 loop， 一个循环里面。因为我的无意识，所以做出更多无意识的选择，创造更多无意识的因果，然后我又在这个因果里面深陷其中，很痛苦，然后我的心智又在告诉我说，我一定是不被宇宙爱的孩子。没有，你完全当你把自己拉到一个有意识的状态的时候，选择权本来就在你手里了。而且当你愿意走上这条路，哪怕看似是很痛苦，哪怕奥德修斯去听了海妖的歌声，但他都知道，如果我选择要听海妖的歌声，我要干嘛？把自己绑起来，这就是我做的选择。而我也要去承担，我听完之后我意识到底这个宇宙要给我更庞大的启示是什么？你有没有那个心理状态？我觉得奥德修斯在电影里面就是不断的去告诉大家说，是的，你可以勇往直前，但你背后就是要承担这些东西，而他也走过来，他也承担了，所以最后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啊。所以呢，这个故事也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在面临的风暴到底是宇宙的惩罚还是高我的修剪。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被命运捉弄的受害者，但如果你把视角捞到跟宙斯一样，跟高我一样的层次的时候，这一场风暴是不是本来就是在帮助你拔除那些早就已经不适合你的傲慢、执念跟旧的模式？那如果没有这场风暴，你是不是都永远无法学会真正的臣服跟觉察呢？我觉得可以引导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从更高维度视角来看，最终一定会回家，你真的最终一定都会回家，但是你的灵魂的圆满也早就已经是既定的事实。那么你现在所有的焦虑的迷路跟走不完的感觉，这些是不是就已经失去了恐惧的意义了呢？那你是否能够带着这一份知晓平静的体验当下下一幕即将迎来的剧情？所以大家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看完奥德修斯的感受，跟你听完这集 podcast 之后，你对于这一部电影有没有更深的理解？非常欢迎大家在底下跟我们留言互动。 OK， 那我们来抽一张神谕卡牌，来给聆听这集 podcast 听众的祝福跟指引。感觉他这个在讲说，就像他里面讲宙斯法则，就是世界允许我们选择，但是他不会取消我们选择后带来的后果。对，所以所有的后果都不是说命运不能控制，而是就是我们的这些欲望啊，然后我们这些的选择都是不能逃避的啦。我们就是要为自己的选择做负责任。没错 ，Oh my god， 对啊，所有负责任还要承担，真的是必然的。我们抽到了匮乏，我们抽了指导灵神谕卡牌，然后是匮乏。我很喜欢这个神谕卡牌，它的画风，因为它看似是匮乏，匮乏可能是拒绝给予、多疑、吝啬跟节俭，可是你看它的画风，它其实是内心很圆满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刚刚就是想到那句啊，就是资源有限，欲望无穷，这些匮乏都来自于因为我们有无穷的欲望，所以我们为了追求这些欲望要去被达成的时候，都会觉得我好像不够好，我好像不够厉害，我好像跟其他人比起来就是相对来的匮乏。但他其实要意识到，我们就是你要自己去想想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跟外界比呢？如果回馈到自己，是不是如此
匮乏等等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让我感受到了一件事情，是我非常有感觉，是因为我前阵子捐了一笔款项给不丹造桥，是我人生没有给予过的金额，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直觉就是想要给这个金额。所谓的匮乏跟丰盛，它的一线之隔就是什么样的人是丰盛的人，为什么丰盛总是要先给予，为什么拒绝给予是一种匮乏。给予它其实就是在让你的这个行为跟这个宇宙说我有，所以宇宙只会给你有的东西。所以当你在给予的过程当中，宇宙就会说，哦，原来你有这样子的能力哦，那我就要给你更多，我会给予你更多匹配你能力的所有生活周遭的一切。所以看似我透过捐款帮助不丹造桥的这个行为，但其实我在发射出去的讯号是我有这些东西，所以宇宙它就会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于我，命运的转轮就这样子开始启动了嘛。这只是这阵子刚发生的事情，就是捐了一笔款项给不丹建桥，然后后续莫名其妙的我就开始收了非常非常多有关于不丹、有关于西藏、有关于尼泊尔的各种资源，而这些资源正是我需要的。也就是因为年底我们要办一个地球玩家的共创文化季，其中一个馆区就是在讲喜马拉雅的文明馆。当我还在想说天哪，我要怎么样子去让这些事情发生，我要怎么样子用我可以负担的成本范围内去把这一个文化季建起来呢，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的收到了超级无敌超级多的资源。所以我只是告诉宇宙说我最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我愿意捐一笔我拥有的款项出去。可是他永远比我更聪明，他知道我要的不是更多的钱，他想要给我更多的资源，因为资源、人脉、金钱它其实是同一个光谱的东西，但是他给了我当下正需要的一切。所以我觉得这个匮乏在跟大家讲的事情是，拒绝给予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种资源不够、东西不够、爱会用完的恐惧。所以当这个恐惧，我也要让大家去思考，在这趟旅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因为害怕失去跟害怕受伤而把心门关起来，拒绝别人给予你的信任、善意跟爱呢？那在三维的视角里面，我们会习惯去抓紧，我们会习惯去吝啬，我们习惯去多疑，以为保护好手上的东西就是安全。但是我抽出这张卡牌想要提醒大家的事情是，防备跟多疑其实是来自于你对未来的失控感，也就是抗拒臣服。牌面的女子上面双手交叠放在自己的心轮上，周围发着彩虹般的光芒。它发着彩虹般的光芒其实也是想要说明一件事情，是真正的丰盛一直都在你身边，只是因为你的防备心，你的双手抱紧了，你的心轮把自己隔绝开来了。所以以前我们往往以为我们的卡住，我们的迷路，对方不回我讯息，这些东西是因为我缺乏了什么样子的东西，所以他才不够爱我，我不够 fancy， 我不够漂亮，我不够有智慧，所以我才没有办法拥有这些东西。但我想跟大家说，其实你缺的不是资源，你是缺信任。去放下当下的多疑，放下当下的防备，开始允许能量流动，允许给予的时候，真的宇宙的丰盛就会自然而然的进来了。当初如果我在想我到底要捐多少钱给不丹的时候，如果我还去计算，如果我还去在那边想说好，这个东西给我了多少成本什么什么什么，没有。那个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说造桥需要多少钱我就捐多少，可是我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多少钱。可是我就是心中有一个很肯定的事情，是我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很丰盛啊，我就把那个款项捐出去了，毫无多疑的。但是后面会给我的力量，我知道一定是意想不到跟更庞大的。我这个行为也不是为了要去获得更多的东西，而是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你心中是全然的信任跟敞开。所以我也分享给大家，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一次又一次的给予的练习，把心慢慢的打开，你就会发现其实丰盛的流动真的就是在于你全然的信任这个世界的时候，全然的臣服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好的看似会发生，可是有没有可能超级无敌爆好的一切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呢？绝对会的。让大家去感受这件事情，然后希望听完这集 podcast 的人都可以去更深的去觉察到自己跟自己内在信念的关系。那你不是一个人玩这场游戏，我们在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的时候都会在 YouTube 跟 Podcast 上架新的集数。祝福你今天在地球玩得开心，大家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还有那个
欧美的一个剧，黄色的那个剧叫什么啊？那个辛普森，对，辛普森每天都在直接下载预言。对啊，辛普森也是啊，他就是真的写出了很多迪士尼也是嘛，未来的东西。对，就是现在有影响力的人，宇宙让他们有影响力都是有原因的。